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坚果 Pro 2。发布那天啊，已经是立冬了，这个北方呢都已经初雪都下了啊，但是锤子召开了它的秋季发布会。2017年锤子的第一场发布会，本来呢大家都以为是 T 系列的旗舰啊，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这个让人非常意外的是，发布了这个坚果 Pro 的第二代啊，今年的这个第二场啊，也是非常意外的，这么快就更新了这个坚果 Pro。而且最重要的是，老罗也在发布会上说，以后半年就一更新。那么对这么一家小厂来说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台机发布之后呢，各家的评论还有口碑呢，好像都还不错。OK， 我们这一台呢也是首发第一批就拿到货了。这期视频就一起来看看坚果 Pro 2在实际使用中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那么成熟了呢？不客观这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锤子的发布会除了听老罗讲相声之外，在 ID 设计方面也可以说是大家最关注的点。这次坚果 Pro 2呢，依旧采用了罗氏硬朗风的设计语言，但无论是在边角的处理，还是中框到背部玻璃板的过渡，处理的都没有上一代锐利。看来上一代大家吐槽的太割手还是起作用了。如果坚果 Pro 1代定义为锐利一类，那么坚果 Pro 2呢，给人的感觉就要成熟了很多，握在手里呢也没那么割手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接近矩形的设计，并没有圆弧的过渡，所以说这么大的手机握在手里还是比较撑手的，毕竟有接近6寸嘛。坚果 Pro 2在 ID 上呢，主要有3个亮点，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金属中框，相对于第一代呢，不同的是，这个坚果 Pro 2的金属中框采用了大颗粒的磨砂设计，在提升了手感的同时，增加了一些防滑性，并且与背部的 2.5D 玻璃弧面基本上是完美契合的，在手感和品质上有着不小的提升。最亮眼的就是中框的细线，这也是在众多手机中一眼就能认出坚果 Pro 的原因之一，但是也仅限于它裸奔的情况下啊。如果你要是各种带壳，那就完全可以忽视它了。毕竟老罗说，好的设计都要有一条细线嘛。细线有助于整个中框啊，但是也是该断的地方就断了，该穿过的地方穿过，并没有破坏卡槽和按键的整体性。这个按键呢，说实话十分有 iPhone 4的这个风格啊，并且细线的颜色和后背的指纹识别模块呢，都是这种铜红色，非常内敛，并不会显得很突兀。说到指纹解锁，老罗这次也是不负众望的，把指纹识别呢与锤子的 logo 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啊，并且表面覆盖玻璃，这样不会与玻璃背板呢产生很大的割裂感，并且在解锁速度上呢也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槽点就是这个指纹解锁呢有点偏下，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呢要刻意往下碰一碰。还有就是指纹识别与玻璃背板呢几乎处在一个平面上，再加上这个模块呢比较大，跟你之前体验的那些机器呢都不一样。刚上手的时候呢总是摸不到指纹识别在哪儿这种感觉，需要你多适应一下。同时坚果 Pro 2呢也准备了人脸识别，经过我们的实际体验来看呢，不管是从信息录入还是解锁速度上呢都是挺快的。但是这个也都是和其他安卓手机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前置摄像头啊，只是一个辅助解锁手段，安全性呢是比较差的。难得这个老罗在发布会上自己都说了，和 iPhone 10上那个人脸解锁是不一样的，并没有那个安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全面屏。这次坚果 Pro 2呢一发布，有人说是最美的终端全屏手机啊，5.99寸，分辨率2260×1080的18比9屏幕啊，最传统的全面屏设计啊。当然，如果这种叫全屏的话，最传统的设计语言，上面有额头，下面有下巴。之前网上有好多人吐槽坚果 Pro 2用了天马屏，可是你们要原谅我的是，不管日常使用还是我极力的睁大眼睛看，我都没有发现这款屏幕与其他手机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啊。其实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多次说过，在入门或者是终端的屏幕上国产屏幕与国际屏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正面的设计呢，就在它的额头部分，只有一个前置摄像头，听筒和距离传感器呢都做到了非常好的隐藏。这个听筒呢和小米 X2 那个设计是相似的，隐藏于前面板与边框的缝隙之中，并且做的要比小米 X2 那个还要窄，隐藏性也更好一些。传感器呢全部都隐藏在黑色面板下，也是极难发现的，非常不显眼。这样的设计呢，相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呢，少了一丝违和感，正面也看起来更加整体简洁。
这次坚果 Pro 2整体的设计啊，包括我的实际使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成熟了很多，并且明显也少了一些老罗的锋芒。企业家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一个稳字。性能方面，这次坚果 Pro 2呢一点也没含糊，直接搭载了骁龙的660处理器，6+64的组合 ，GPU 呢是有追诺的512。660的性能呢，在之前的视频中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也有很多机型使用，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终端处理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坚果 Pro 2和它的直接对标竞争对手小米 Note 3在理论的跑分上表现如何。传统3项跑分，Antutu、3D Mark 和 Geekbench 两者互有胜负，相互都差不太多，可以说是同一水平。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坚果 Pro 2在随机读写这一项上快了 Note 3足4倍。随机读写呢，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多应用切换啊，或者说多后台运行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大的。跑分之后也出现了 Pro 2的最高温度达到了50摄氏度啊，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倒数第2，仅比 Mate 10稍微好一些。哎，同学，你动手吗？这个罗格活多全，知道冬天要来了，暖手宝都给你备好了。你不要小瞧罗格，罗格活全。接下来呢是我们特色的20款应用打开的测试，在这里多说一句，在我们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坚果 Pro 2在第3个应用呢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卡顿，往后面越来越严重，一共杀死了5个后台，总共耗时4分56秒。紧接着我们连续测试了3次，结果一次比一次快。难道说新手机的各个零部件之间互相还都不认识，要认认门磨合磨合？我们这里取平均值，2轮总共耗时2分41秒，一共杀死了3个后台，分别是微博、支付宝和12306。这个成绩在我们的数据库中的终端机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比同级别的小米 Note 3要快了39秒。游戏方面，王者荣耀适配了高帧模式，全程的2轮游戏呢都稳定在55到60帧之间，游戏方面体验不错。这个成绩在数据库中呢可以排到第4名。大型游戏崩坏3开到最高特效，全程呢可以说是流畅运行，但是最低帧率也达到了33帧，毕竟是一个终端的处理器，烧电和发热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在微博和淘宝这类日常应用的帧率测试中，全程稳定在45帧以上，没有明显的卡顿感。意外的是，本来淘宝都会比较卡顿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淘宝的优化啊，之前在旗舰机的视频中呢都跟大家聊过。可是这个坚果 Pro 2呢优化的还不错，整体呢还是比较流畅的，并没有与旗舰处理器呢有什么差别。续航方面呢，关注我们数据库的都知道，坚果 Pro 1代呢成绩是比较好的。坚果 Pro 2呢内置了一块3500毫时的电池，配有和坚果 Pro 1代相同的18瓦快充。实测充电功率呢基本稳定在17瓦左右，而且亮屏时呢也能快充，半小时充电61%，1个小时93%，充满需要1小时21分钟，这个还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在我们的充电数据库中排名第4的位置，在3小时的重度续航测试中，1小时 720P 在线视频12%，1小时王者荣耀24%，1小时微博淘宝8%，总共耗电44%，与1+5水平相当。在相机方面呢，不光是坚果，可以说是整个锤子这个品牌旗下手机的一个短板了。这次我对坚果 Pro 2的双摄方案呢也是非常关注，因为第1代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说严重点，基本上可以说不可用啊。这次 Pro 2呢还是主摄像头加上景深摄像头，其中这个景深摄像头呢做成了与闪光灯相同的大小，不能说这样的设计有多出彩啊，但是只能说是锤子一贯的强迫症风格，就是能隐藏的东西都给你隐藏起来。相对于其他机型的双摄呢，外观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后置摄像头1200万加上500万像素，光圈 f1.8 加 f2.0， 主摄呢是一款非常成熟的sensor，这个 IMX386，景深摄像头是来自三星的 S5K418， 并且这次为了增强自己的拍照实力，锤子也是直接购买了红软的算法。红软算法呢在拍照方面还是经过市场检验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最直接弥补锤子在拍照方面的短板。那么实际的成像质量如何？小米 Note 3、坚果 Pro 1代，看一下它在同级别手机中的表现和上一代的差距，并且我们还加入了三星 Note 8作为参考，看一下目前2000元的机器跟顶级旗舰之间在相机方面差距有多少。在白天的第一组样当中，坚果 Pro 呢没有对上焦啊，这一组就先不带它玩了。来看一下其他3张 ，Note 8和小米 Note 3呢是以全局测光为主，所以这个码呢有些过曝。坚果 Pro 2呢是以码为测光对象，所以在整体观感上呢是比较讨喜的。放大来看，坚果 Pro 2、小米 Note 3的噪点控制呢基本一致，对得起这个价格啊。Note 8的细节保留呢肯定是最好的。第二组样装，坚果 Pro 在灰色的小熊后面有些过曝，小米 Note 3和 Note 8呢曝光控制和色彩还原上呢相差不多。坚果 Pro 2呢稍微有点过曝的基础上，画面呢有一些偏暖。放大看摇杆上的字，小米 Note 3噪点呢有些严重，三星 Note 8呢有些模糊。坚果 Pro 2意外的在这4张中呢是最清楚的。第3组对比中，小米和坚果两兄弟呢有些偏绿，其中坚果 Pro 1代最绿。放大来看，花盆里的烟头，坚果 Pro 两兄弟呢有些模糊，有一点没对上焦的感觉。三星和小米呢相差不多。多说一句，别以为往花坛里扔烟头就没人知道啊，这回被拍来了吧？希望大家还是多爱护一下环境，新世纪的好青年是吧？
总的来说，在白天的样张对比中，坚固 Pro 2呢是有提升，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肯定是到了可用的程度，与小米 Note 3呢互有胜负啊。相对于顶级旗舰来说，当然肯定还是有差距的。我们来看一下夜景方面的表现。第一组样张整体来看，四者的曝光基本一致，但是路灯的颜色四者还原还是有些不同的。Note 8呢要更黄一些，两台坚果的色调基本一致。由于灯光太强啊，四者都出现了明显的眩光。天空的纯净度方面，坚果 Pro 2呢明显要比第一代强了不少。建筑也比小米 Note 3要清晰一些，但是跟 Note 8相比呢，还是有明显差距的。转到远处的墙上，坚果 Pro 2的表现呢仅次于 Note 8，比竞争对手 Note 3呢要好一些。从这一组整体来看，坚果 Pro 2的色调与 Note 8基本相同，坚果 Pro 1代则是整体偏红 ，Note 3居中。仔细看一下自行车的 logo， 坚果 Pro 2出现了明显的模糊。查看参数，坚果 Pro 2的快门已经降到了15/1秒，但是由于没有光学防抖，所以拍摄的时候抖动影响到了画面的清晰度。而 Pro 1代和小米 Note 3则是没有出现模糊 ，Note 8的表现自然就不用说了。这组样张，两组坚果的天空部分都有些偏蓝 ，Note 8的曝光最充足。天空的纯净度上，坚果 Pro 2呢还是要比第一代要好很多 ，Note 3呢则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涂抹。转到眼前的车牌，小米 Note 3明显是没有对上焦啊，由于全自动拍摄，所以拍摄了两张都是虚的。坚果 Pro 2依旧比第一代清晰，但是跟高端旗舰呢还是有明显差距。在这我们这 Note 8只是参考啊，这个大家不要纠结，没办法，价格毕竟差了很多嘛。坚果 Pro 2在这个价位段的夜景表现中还算不错了。人像环节，坚果 Pro 2虽然画面偏暗，但是最接近真实的观感。三星 Note 8呢有一点点过曝，小米 Note 3的人脸部分呢太过红润了，我哪有那么红润？放大来看虚化的细节，这个坚果 Pro 2呢已经把眼镜完全虚掉了啊，这个脸也虚掉了一些。Note 3呢还能些许看出边框，三星 Note 8呢虽然也虚化了一些，但是是三者中的最好的。第二组小米 Note 3这脸也太红了吧 ，Note 8呢又太黄了，就像是涂了一层蜡。放大来看，小米 Note 3和三星 Note 8都在一些地方没有抠好，相反，坚果 Pro 2呢是三者中虚化最明显的，那个肤色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接近真实，还不错。这一组某帅哥的自拍中啊，坚果 Pro 2呢过曝严重，脸部轮廓都快给我弄没了。老罗，你这样对得起我这张美男子的脸吗？相反，三星和小米呢这一组表现都不错，三星偏红润，小米呢偏白皙啊，这里都没有好坏，只是各家的调教都不同啊，都很好看吧。其实主要还是人长得帅，对吧？在人像环节中呢，坚果 Pro 2的风格呢就是偏真实一些，不存在什么明显的美化效果。背景虚化的算法呢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啊，总体来说呢没有让人失望，但是细节地方呢还是要多多加强。这翻车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多的，期待后续的优化。前置的虚化呢那就不用说了，这个算法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总结一下，这次坚果 Pro 2相比于第一代呢整体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夜景环节，画面的纯净度和清晰度甚至要比小米 Note 3呢还要稍微优秀一点。人像算法呢，相比于第一代有明显的改善，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这个前置还是不太可用，在白天和夜景环节呢，跟旗舰肯定还是没法比。不过老罗也在发布会上说了，请来了一位大牛做优化算法啊。不过大家还是要等一等啊，这大牛也才刚刚入职嘛。OK， 又是一期测评视频，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坚果 Pro 2这几个关键字，这期视频的所有主要数据，小白已经为你做好了文章。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还能抽奖。下面咱们多说一句这个按键，坚果 Pro 2在机身左侧呢多出来一颗，就是闪电胶囊按键。这个按键的功能性呢，相信不用我多说了。One Step 大爆炸和闪电胶囊这些功能在之前的视频中呢，我们都和大家详细聊过。闪电胶囊确实用过的都说好啊，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同时，这颗物理按键呢，也可以配合其他按键组合使用，比如说音量下键一起按，可以直接呼出 One Step 一步。和电源键一起下按呢，可以直接截屏。正是因为这个组合键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舒适的位置，坚果 Pro 2呢是我使用过这么多手机中的截屏最舒服的一个。在正常的单手握持时呢，截屏也比较自然。还要多说一句，这个移步在全屏的大形势下，这个屏幕呢都是比较长的。One Step 这个功能呢，加上组合按键啊，进一步的提高了一些便携性。当然，这个都是需要你适应一段时间。如果你要是从别的手机转换到锤子手机，大概有个2-3周的时间，你就会体验到这些功能被你熟悉之后的便捷性。总体下来，坚果 Pro 2给我最大的感觉2个字：成熟了很多。无论从外形系统还是从相机部分，如果说坚果 Pro 1代呢是这种形态探索道路的首台机器，那么坚果 Pro 2呢就是在硬朗风格上呢，非常适合消费者购买的一台手机了。从锐利外观呢，到相对来说有一些缓和的机身，坚果 Pro 2呢就像一位刚刚进入社会的少年，不谙世事，不被世人所接受，但是经过了一些现实的洗礼之后，慢慢的被磨去了一些棱角，但是自身呢，相对重
多机型呢还是有硬朗性格的，暂避锋芒，日渐成熟。这次坚果乃至于锤子步入正轨，给人成熟的这种感觉呢，体验完之后一共有2个方面，主要就是从它的相机，还有就是外观 ID 方面。虽然这个机器少了老罗那么多锋芒，但是更成熟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老罗也走了一些性价比路线。在660这个处理器的终端市场上，坚果 Pro 2这个价格确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和小米呢基本就是对标了。但是在软件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发热上呢，其实老罗还是有比较多的路要走的。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哥哥视频平台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大家对锤子手机吐槽最多的还是系统的底层稳定性啊，比如说卡住啊，比如说之前一些机器的更新啊，确实现在呢锤子的量呢还并不太够。对之前机器的照顾程度呢，也并没有像其他，比如说华为啊，或者是小米啊那么坚固的过来。也希望锤子从这一代机器之后，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道路，不光这个现有的机器调教的稳定性更好一些，对之前的机器也有一些照顾。OK， 购买建议上呢，坚果 Pro 2呢，我们还是建议这款2299的版本啊，无论是在内存上啊，还有就是体验上呢，确实是在这个价位段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价位段660的处理器上，全屏的手机应该只有它一台了。不知道后面呢还会发布什么机器？据说小米又要开发布会了，是吧？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虽然说很成熟了，但是仅是在相机也得益于红染的算法，还有就是外观 ID 上，其实还有比较多的路要走本期活动呢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这个坚果 Pro 2，不光能得到数据，还能参与抽奖。这期是一个锤子的耳机，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我们也会送出一条。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Mate 10 Pro， 拜拜。中肯的说，这次老罗的发布会是我听过最不好听的一场相声。但是国内市场有锤子这么一家公司存在，也确实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波澜和惊喜。另外多说一句，在会场外边等我1个多小时的那个粉丝小伙伴，辛苦了啊！